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赵露思放弃爆款 IP 改做原创监制，选4个女主拍摄自己的剧。赵露思已经500多天没有进组拍戏了。对于一位刚解约、手握顶流热度的95花来说，这种空窗期在过去几乎等同于过气。但他的粉丝不急，业内也不急着催他。因为大家发现赵露思根本没闲着，她正在干一件比演戏更费脑子的事——当监制。8月16日，赵露思工作室在出道10周年当天，一口气官宣了9个影视 IP 版权储备，涵盖古装、权谋、悬疑、民国、女性现实等多个赛道。而首个落地的项目，就是8月22日已经在横店开机的《Sonder》。我是 NPC。 在这部剧里，赵露思不演主角，身份是监制。她选的4位女主，包洁仪、周芷艺、魏笑、后本，没有一个是流量面孔。当很多人还在讨论赵露思怎么还不进组时，她已经从等剧本的人变成了攒局的人。赵露思的这次转型其实不是什么心血来潮。2026年的长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肉眼可见的收缩。上半年全网新上长剧同比减少34部，开机项目锐减，平台普遍执行减量提质策略，大量剧本卡在过会环节迟迟无法落地。对于靠古偶甜宠起家的95花来说，这种困境更明显。古偶赛道整体遇冷，观众对同质化的人设和套路剧情早就审美疲劳，继续待在舒适区只会快速消耗人气。但转向优质现实题材，竞争又已今非昔比。赵露思的商业价值虽然居高不下，但受此前与公司的合约纠纷及暂停拍摄《恋人》等事件影响，她确实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让自己满意的剧本了。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今年早些时候，赵露思工作室公开发布原创剧本征集令，开出的条件在行业内堪称破格：长期深度共创模式，保留永久署名权，叠加播放分账与 IP 衍生收益分成。消息一出，短时间内就收到了1000余份投稿，连姗姗来了的编剧金国栋都带着原创项目对不起，我是演员参与了投递。这个动作本质上是在绕过传统编剧经纪与制片公司的中间环节，直接对接海量创作者，寻找差异化的原创故事。赵露思要的不是别人递过来的饼，而是自己亲手和面，自己决定馅料，自己掌握火候的饼。这种自己造饼的玩法，在行业内其实早有先例。姚晨2016年成立的坏兔子影业就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亲自监制并主演的《送我上青云》，聚焦女性题材，在商业片充斥的市场里杀出了一条口碑路。周迅、陈坤、黄渤等中生代演员也都在不同阶段尝试过从演员向内容上游的迁移，但赵露思这一轮的动作和前辈们有明显不同，他没有选择成立一家完整的影视公司，而是以个人工作室为轻载体，更灵活地切入内容源头。他征集的是原创剧本，而非购买成熟的头部 IP， 这让他在内容源头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也顺带绕开了 IP 改编带来的口碑风险和版权溢价。说回《Sonder》，我是 NPC 这部剧，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核心主题是女性角色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而是各自命运的主角。这个选题精准踩中了当下女性意识觉醒的舆论风口。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赵露思选的4位女主。包洁仪最早是因为参加恋综获得关注，在演戏方面几乎没什么经验。周芷艺出演过《上公主》里的春娘，一个配角。魏笑算是其中演戏经验最丰富的，在《偷偷藏不住》里演过宁薇。
在许我耀眼里演过瑶瑶，但都属于脸熟但叫不上名字的级别。最让人没想到的是后本，他原本要拍摄《不让江山》，但因为网友反对声音太大，最终选择退出。如今跑来演 Sounder， 我是 NPC， 本身就自带巨大的争议话题。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这阵容也太薄了吧，没有流量，没有扛剧的，这剧能行吗？但如果换个角度想，这恰恰是赵露思作为监制最精明的一步棋。他选的不是顶流，而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包结仪，自带恋综话题。周芷艺有古装剧的观众基础，为校有热播剧的脸熟加持，后本有退出不让江山的争议流量。这4个人的组合，话题度直接拉满，但片酬成本恐怕连一个3线小生都不如。赵露思把省下来的钱大概率砸在了制作和剧本打磨上。这种社交话题型演员矩阵，比直接砸钱请顶流在话题回报率上要高得多。当然，这种选角策略也伴随着风险。非专业出身，话题型演员能否撑起一部原创剧的核心表演？如果表演不过关，整部剧很容易沦为综艺番外篇，变成一场闹剧。赵露思作为监制，如何平衡话题度与专业性，是他必须面对的第一道考题。而他的父亲赵哥也在这部剧里客串了一个古装角色。这虽然被网友调侃为家庭 IP 情感营销，但也确实省去了一大笔宣传费用，让这部剧在未播之前就自带热度。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赵露思这种演员转型监制的模式，究竟能不能复制，能不能走通？从正面看，它确实为行业打开了一扇窗。长剧市场收缩，平台项目过会标准提高，大量原创剧本和新人编剧被堵在门外。而赵露思用公开征集的方式，为这些被遗漏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出口。如果 Sounder， 我是 NPC 能成功，可能催生更多演员加监制的轻量级原创项目，打破大厂和顶级 IP 的垄断，让更多小众、独特的题材有机会生存。同时，它也为那些缺乏平台资源的新人编剧和非典型演员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但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演员选剧本很容易陷入角色有挑战性，我想突破的个人视角，却忽略大众市场的接受度。2020年，周迅与陈坤的东森影业联合出品的《不完美的他》，翻拍自高分日剧《母亲》，阵容堪称顶配，但最终口碑严重跳水，豆瓣仅6分，远低于原版的9.4分。问题就出在内容判断上，原版细腻的日式情感逻辑没有做好本土化改造，剧情悬浮，人物动机牵强。2025年，赵丽颖首次担任出品人的悬疑科幻剧《在人间》播出后，口碑争议同样较大，豆瓣评分仅6.3分。这些案例都在提醒一个事实：好演员未必是好的内容决策者。表演与内容开发的专业能力天然存在错位。更现实的一层约束来自视频平台，明星自主造饼看似摆脱了经纪公司的限制，实则依然依附于平台主导的发行体系。项目能不能卖出去，拿到什么级别的宣发资源，排在什么档期播出，最终的决定权都在平台手里。艺人的内容自主权始终是在平台的内容策略框架之内的。一旦项目招商不及预期，播出效果惨淡，艺人工作室抗风险能力弱，最终的结果或许还不如被动等待剧本。赵露思的这一步走得大胆，但绝非稳赢。他选的路是放弃进组拍戏这条安全线，转而把职业命运完全攥在自己手里。同时也把所有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身上。